回来了，回来了，怕了怕了，再也不断更了，存了1吨的投稿，只能一点点来还了。看看今天的稿子吧，对比参考图和建模出来的效果来看下。还有再声明下，账号将改名成讨厌设计的 Mars， 由我个人运营了。这个模型会用到的一些插件呢，差不多就是这一些。首先有一个是杯子曲线，但是我们没有用到杯子曲线的主要功能，其实是用到它是一个被动功能。再者是曲线放样、提词助手、杯子曲线编辑，还有主角画螺旋线。好，那我们就先用螺旋线的工具，在这个位置上创建一个螺旋线。我们可以简单设定一下它的一些参数，把这个底端半径可以设置的稍微小一点点吧，安全高度可以设置为1米。我们先画4个度就可以了。这个分段数要稍微调高一点，好，差不多这种感觉。好，那现在的话，那我们再画一个半圈的上面的这个顶端可以设置的稍微大一点，2米，一个60，这边我们给它稍微调高一点点。OK， 好，把这2个给它衔接到一起去。好，适当的可以调节一点点，看一下这地方的光滑程度还可以。后续的时候呢，还要修一下这个小边边。我们再来绘制一个外圈，我们就把顶端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把它的半径可以设置随便一点，这个没关系，我们就给它设置4个。这边是5个分段，这边是4个分段，所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要给它设置为分段数比较均衡一点。好，给它调整个180度，再对它进行去做一个镜像。好，把这2个点给它对到一起。好，大概的一个螺旋线的感觉就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补充细节。补充细节的话，那就需要用到了这个工具，这个杯子曲线编辑。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在这个位置上给它绘制一根直线。我们对它用杯子曲线编辑修改它的阶数，把它的阶数可以改成3节或者4节都可以。当然说，我们也可以直接绘制圆弧的形式也可以，这个圆弧的感觉可能会更舒服一点。好，大概是这种感觉。好，我们开始稍微去做一下线条的微调，比如像这一段。这段的微调的话，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找一些线条的分段数，把这个地方断开，绘制一条直线改成一下它的一些分阶数，3个分阶。好，我们把调顶视图，打开相机下的平行投影，做了一些微调，让它看上去更加顺滑一点。OK， 一根线 OK 完成了。好，再来一个就是这边一样的方式，分段数调个3，调3以后调个顶视，差不多这种感觉。好，这是我们第2段。好，再来看的就是刚才连接的这一块小点，大家看这段有点不平，这一段的时候呢，要稍微去注意一点细节。我们再把这个线条的话，可以给它分解掉以后，看一下这边有几个分段数，选中了几个数据，5个分边。OK， 记住是5个。OK， 这边呢也一样的，可以给它来一个分解掉它6条边，我们给它设置到5条边的位置。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用的中间的线段。绘制一条直线，杯子曲线编辑，找到顶视图。好，修改它的分阶数。好，感觉很顺滑，就 OK 了。好，最后一个就是这一段可以调的长一点。大家可以看这段大概有10个边，也给它分解掉，大概在这个位置10条边。OK， 好，那就是这一段就是我们需要的线段的点。好，我们一样的顶视图，把它给它分平滑的、很平滑的可以过来。OK， 好了。清理掉多余的断线，可以把它全部分解开了。分解开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给它稍微去做一下编辑，因为这块区域的线条看下去不是特别平缓，我们可以给它上下的稍微调整一点点。记住，只调整的时候尽量一个轴一个轴的去调整。OK， 差不多感觉好，把多余的部分的线条给它清理掉，现在感觉很平滑。好，底部也一样的方式，炸开都可以，炸开。好，修改一下，记得一定要稍微去调整一下这段的一个平滑程度，不够平滑。好，调整一下这几段的分段数。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杯子曲线的被动技能，转换为固定段数，段数可以调高一点吧，40个分段。OK， 好，其他的呢，比如说我们中间衔接的这2段呢，也要稍微去调节一下，右击转换为段数。刚才这段的话，差不多是在20个分段的上头。那我们就给它调20个就可以了。这一段的话，我们一样的要给它转换一下段数，转换成刚才是5个，所以这个给它改成10个的分段数就 OK 了。好，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线条呢全部给它分解开 ，OK， 给它进行去做焊接这就是我们一根整个的曲线的部分就完成了。曲线的部分完成了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绘制它的线条的部分。线条的部分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绘制一个面。我们绘制一个面，用这个工具叫
路径锤面工具，点击锤面啊，一样的方式点击锤面。OK， 2个就够了。但是如果说大家对造型要求更高的话，你可以多放几个，没有关系。好，现在的话我们要对它进行去做一下编辑，比如说上面的这个部分需要更宽一点，那我们就稍微拉大一点点。OK， 下面的这个部分呢，我们需要更短一点，那我就稍微调小一点点。好，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太长了，调小一点点。OK， 我们给它补一条，这个里面我们可以给它绘制一条线，把多余的部分擦掉。好，这里面呢也一样的方式，然后我们给它绘制一条中线，把多余的部分清理掉。好，这就是我们需要的部分。我们需要的部分完成了以后呢，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了我们放样工具了。放样工具就用到我们这个路径放样。首先我们先选择第一个路径，再选择第2个第3个，点击确定。OK， 整体的部分就生成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只需要保留竖向部分的线条就可以了保留竖向部分的线条就可以了。好，我们可以选中进入到这个里面去，把多余的部分的这个东西就可以删除掉了。这个部分有一根线条，进入到群组里面去，我们进入到这个里面，把所有的线条全部选中。大概的你需要感受一下，你需要画多少的半径的一个圆柱。我们可以用旋转圆柱转成一个15左右的半径就 OK。好，直接点击一下 OK， 圆柱的部分就被生成出来了。生成以后呢，记得把中间的线条给删除掉。好，我们可以选中整体的部分，给它贴一个发光材质。OK， 发光材质不够明显的话，就贴明显一点。OK， 好，这样的话，整体发光的部分，这个灯柱的部分就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们现在要对这个部分要做一个线条的处理。线条的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给它进行去做。首先，我们可以给它去做一个线状柱体，把这个柱体可以改成方柱的，可以稍微调高一点，比如说50，稍微调大一点点。OK， 这样就有一个穿插螺旋穿插感觉。为了方便操作，我就这个部分就简化了，简单给它贴一个深灰色的材质。好，把整个的这个部分打成一个群组或者组件。好，沿着这个点给它旋转一个180度，旋转复制一个180度。好，整体的造型就完成了。看一下最终的效果吧。当然，造型大家可以自己再稍微去调整一下里面的一些线条的一些细节。OK， 今天的模型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看。